第247章盐城。两道淡淡的流光犹如流星一般飞掠过天际，眨眼间便是消失在了天尽头。飞行在萧炎的身旁，海波东偏头借助着月光望着少年，此时他体内那股陌生的恐怖气息已经再度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依然是那仅仅斗师级别的气息。浑浊的老眼紧紧地打量着萧炎这种几乎是两重天的变化，海波东沉吟了许久，眉头微皱，片刻后忽然道：萧炎小兄弟，那股堪比斗皇强者的陌生气息，其实并不是你所发出来的吧？海波东这突如其来的话语让得萧炎的飞行速度略微减缓了一下，转过头来瞥着海波东，淡笑道：海老先生为什么会这么说？虽然我不否认萧炎小兄弟的修炼天赋很杰出，不过说句实在的，我闯荡了这么多年，类似你这种修炼天赋的并非未曾见过，可他们在你这个年龄时顶多也仅仅是斗师或者大斗师左右的实力，至于斗皇那绝对不可能。海波东笑了笑道：所以在先前感应着你体内那股陌生气息后，我想你应该是催动了什么不为人知的物品吧。哼，也就是说那股力量其实不并属于你。萧炎眉头轻挑了挑，瞥着海波东，片刻后轻笑道：海老先生不愧是斗皇强者，眼光果然毒辣。对于这一点，萧炎并没有直接否认，因为他清楚斗皇级别的强者已经能够初步感应到他本身气息和药老气息之间的分别。不过好在海波东并非是炼药师，不然以一名斗皇级别的炼药师那强大的灵魂感知力，药老的灵魂一定会无处躲匿，被发现个正着。而这也是当初在沙漠为什么丹王古河出现时药老会采取小心沉寂的原因。虽然古河不一定能够完全感知到它的存在，不过依靠着强大的灵魂感知力，他至少能够知道那股力量绝非萧炎所有便是。听得萧炎那并没有否认的意思，海波东脸庞上明显掠过一抹惊诧，不过他却是识趣的没有接着询问下去。哼，那股力量虽然的确不属于我，不过海老先生只需要清楚，我能操控着他和斗皇强者相抗衡便是。萧炎若有深意的笑道。海波东笑着点了点头，的确，不管那力量来源于什么地方，可萧炎能够操纵它，那么他便是一名能够与斗皇相抗衡的强者。只要手中握有力量，一切的怀疑与挑衅都将会不攻自破。瞧得海波东并未再说什么，萧炎这才微微一笑，对方也是个聪明人，知道力量这东西不分来源，只要谁拥有它，那么便拥有话语权。走吧，争取在天亮的时候赶到盐城，不过我并太清楚去往盐城的路途，所以便只得依靠海老先生了。萧炎笑道。哼，虽然我在墨城待了几十年，不过每天绘制地图，对这些路线可是极为的熟悉，跟着我吧。海波东笑了笑，背后寒冰双翼微微一震，速度骤升。望着那骤然加速的海波东，萧炎点了点头，紫云翼扇动着赶忙追赶了上去。夜空之中，两道流光闪逝而过，高空之上银月渐落。盐城坐落在加玛帝国东部省份来往的宽敞大道，使得它成为了帝国内部通往东部省份的必经之路，战略位置极为不错。因此这座号称加玛帝国东部省份最大的城市，常年都被帝国派重兵所把持着。盐城之中，除开帝国的势力之外，最强大的自然便是萧炎他们此行的目标墨家。由于墨家的霸道垄断，盐城之中将近 60% 的产业都是属于墨家所有，每年的利润即使除去了一些必须的税收以及打通关系的大量财产后，依然是将墨家养得越来越肥。虽然树大容易招风，不过有着云岚宗这尊庞然大物做后台，即使是加玛帝国皇室也不会轻易的来找墨家的麻烦。所以在这般肆无忌惮的发展之下，墨家的势力几乎是成为了盐城的土霸主。若非是在东部省份还有着其他3个家族牵制着他，恐怕墨家早就将势力范围扩张到其他大城市了。不过即使如此，近几年中墨家依靠着强横的后台，也是稳稳地将3大家族压在了身下，俨然一副独占鳌头的霸主姿态。经过一天马不停蹄的赶路下，
萧炎两人终于是逐渐地接近了盐城的范围。当天空之上的银月被替换成了赤日之后，一座散发着丝丝凶悍气息的庞大城市轮廓终于是出现在了视线的尽头。在天空之上日光的照射下，遥远之处的那座巨大城市犹如是一条匍匐在地的远古凶兽一般。萧炎两人在盐城之外几百米处落下了地来，稍作休息后，两人便是换了一身宽大的带篷黑色长袍。宽松的长袍将两人的身体完全包裹其中，头顶上垂下来的黑篷也是让的人看不清其下的面貌。萧炎虽然并不惧怕墨家，不过能够在掩藏身份的情况下将事情完美解决自然是最好。再者，海波东也说了，他并不想太过得罪云岚宗，显然这尊雄霸加玛帝国的庞然大物也并非是让的这位曾经的冰皇没有忌惮之情。换完装束之后，两人这才顺着宽敞的大路，对着不远处的那座高耸庞大的城市缓缓行去。行进城门，萧炎有些愕然地发现，在那城门处，几十名全副武装的士兵竖立在城墙两旁，尖锐的目光不断在来往的路人身上扫视着。望着那近乎森然的守卫，萧炎眉头微微皱了皱，这里已经算是远离帝国边境了，怎么防御竟然比墨城还要森严？略微有些疑惑地摇了摇头。萧炎与海波东对视了一眼，掀开黑色斗篷，安静地排在队伍之后，随着队伍缓缓地对着城市内部行去。唉，真是好大的排场，墨家果然不愧是盐城最大的家族啊。排队期间，萧炎前面的几位身着佣兵服装的男子，或是因为无聊的缘故，都是相互间窃窃私语了起来。嘿嘿，今天似乎是墨家大长老墨城的寿诞吧？听说不仅东部这一块区域的很多势力都是赶过来庆贺，就是连云岚宗都派了人过来呢。哦，云岚宗竟然也来人了，这墨城好大的面子啊！墨家虽然势大，不过在云岚宗眼中又算得了什么？若不是墨家每年向云岚宗缴纳那般庞大的供奉，以他们的眼界会屈尊下来和墨家打交道？一名佣兵不屑地撇了撇嘴道，嘿嘿，也是。几名佣兵似乎对那墨家也是不太感冒，皆是附和着低笑道。站在队伍之后，听着几名佣兵间的谈话，萧炎眼眸微眯，轻笑道，这还真是来得巧啊，那老混蛋竟然刚好庆寿。来了这么多势力，我们似乎不太好下手吧？海波东眉头微皱，迟疑的道，哼，海老先生，以我们两人联手，别说一个墨家，就算是云岚宗也没什么可惧的。况且，难道你还以为云岚宗的宗主会亲自来给他庆寿不成？萧炎淡淡的笑道，那样的话可实在是有些抬举那墨城了。海波东笑着摇了摇头，一个统领云岚宗这种庞然大物的超级强者，在这加玛帝国能有几人够资格让的他亲自前来庆贺？我似乎没答应你我要出手吧？笑了一会，海波东这才忽然一愣，愕然道，嘿嘿，海老先生，若是到时候需要你，那便出手吧。我知道你出手费用很昂贵，不过我想我应该担负得起。萧炎笑道，一名能够炼制6品丹药的炼药师，我倒是真的很希望你能欠下我的人情。海波东拍了拍萧炎的肩膀，低笑道。微微一笑，萧炎抬头望着即将轮到自己进入的队伍，刚欲前行，身后不远处却是传来阵阵马蹄之声，偏过头来，却是看见不远处几位身骑骏马的男女正在飞奔而来，沿途扬起的灰尘将一旁排队等待的诸人气得七窍生烟。不过当他们愤怒的目光望向那骑马的守卫人影之后，心中的怒气顿时强行地咽了下去。守卫骑马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子，女子身穿一套紧身红衣，玲珑的身姿被包裹得淋漓尽致。女子脸颊颇为俏美，光洁的额间佩戴着一枚小小的水晶挂饰，微微晃动间，为那张噙着几抹娇蛮气息的脸颊添了几分灵动。红衣女子的视线并没有因为她驾驭马匹而给些排队的人带来的麻烦而有所停留，仅仅是斜瞥了一眼后，便是自顾自地骑着马，带领着身后的一群人，在那些守卫士兵无奈的目光中横冲直撞地冲进了城市。哒哒的马蹄声逐渐的远去，排队的队伍中这才响起一些不满的谩骂声。妈的，
不就是仗着自己是墨家二小姐吗？神奇个屁啊！你墨家还不是靠讨好云岚宗才有如今地位？哪天侍奉的不乐意了，迟早会把你墨家给踢了。听着后面响起的滴滴骂声，萧炎淡淡的笑了笑，微眯着目光扫向那黑漆漆的城门通道，然后整了整黑袍，在周围士兵的注视下缓缓地行了进去。